在你以为需要学会爱自己的时候，你可能在心里默默设定了一个目标，好像有一天你会变得足够稳定、足够自信、足够完整，然后终于可以说，我已经会爱自己了。但这样的想象其实悄悄把爱自己变成一种结果，而你的大脑会开始用评估的方式运作。我今天够好了吗？我有没有做对？我是不是又退步了？这些问题让你在无形中再次与自己对立，好像你需要达到某个标准才值得被自己接纳。但爱自己从来不是一个完成的状态，它更像是一段持续发生的关系，一种你如何与自己相处的方式。当你在低落的时候，是否愿意陪着自己？当你犯错的时候，是否愿意理解，而不是责怪？当你迷失的时候，是否愿意停下来，而不是逼自己前进？这些片刻才是爱真正发生的地方。你的大脑会记住这些经验。当你反复用温柔对待自己，神经系统会慢慢建立一种安全感，让你不再需要透过批判来维持控制。你会开始感觉，即使不完美，我也可以被接住；即使混乱，我也没有被抛下。这样的内在对话会一点一滴改变你与自己的关系。你不再只是要求自己成为更好的人，你开始成为那个会陪伴自己的人，而这份陪伴不会在某一天突然完成，它会随着你的每一次选择持续的被深化。有时你会做得很好，有时你还是会回到批判，但这些来回本身也是过程的一部分。当你愿意再次回到自己身边，那一刻，爱就再次发生了。你会在某一天慢慢明白，你不需要成为某个样子才算爱自己，你只需要在每一个当下，愿意不离开自己，愿意听，愿意看，愿意理解。而这样的你，会在这段持续的对话里，慢慢长出一种很深的稳定，不是因为一切都变好了，而是因为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在，而这份一直在，就是爱最真实的样子，也是你能给自己最深的支持。在所有变动之中，仍然不离开，仍然温柔的与自己同在。有时你会把爱自己想成一种终点，好像只要走到那里，一切就会变得稳定。你会不再怀疑，不再不安，不再反复拉扯。但真正的经验往往不是这样。你会在某些日子里感觉很靠近自己，也会在某些时刻又不小心走远了。你的大脑会试着抓住一个固定的状态，想让一切维持在好的样子。但内在的流动本来就不会停在同一个位置。当你开始慢慢理解，爱自己并不是停留在某个完美的状态，而是一段不断回来的过程。你与自己的关系就会变得比较柔软。当你又一次陷入怀疑时，你不再责怪自己，而是轻轻地意识到，我好像又离开自己了。这个觉察本身就是一种回来。你的神经系统会在这样的转变里慢慢放松，因为你不再把偏离当成失败，而是把它当成旅程的一部分。当你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内在，你会越来越熟悉那条路。你知道怎么停下来，怎么听见自己的声音，怎么让那些被忽略的感受重新被看见。这些能力会在你的大脑里形成新的连结，让回到自己变得越来越自然。你不再需要等到崩溃才回头，你可以在日常里
就与自己保持连结。你会发现，即使外在有变动，你内在仍然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回去的。那里不需要表现，不需要证明，只需要你愿意存在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爱自己不是让一切变得完美，而是在每一次迷失之后，你仍然愿意走回来，走回那个可以安静呼吸，可以真实存在的地方。而这条路不需要很快，也不需要一次就走对，它只需要你在每一个当下，愿意再靠近自己一点，再多听见自己一点，再多留在自己身边一点。当这样的回来一次又一次发生，你会慢慢感受到，你其实从来没有真正迷失，你只是偶尔走远。而现在的你已经学会如何温柔地带自己回家。某些需要做选择的时刻，你会不自觉地先看向外界，别人怎么想，这样做会不会被接受，我这样是不是太自私？这些声音很熟悉，也让你习惯把自己放在后面。久而久之，你甚至会忘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你的大脑会把迎合当成一种安全策略，让你减少冲突，维持关系，避免被否定。但同时，你的内在也会慢慢产生一种距离，因为你没有真正站在自己这一边。当你开始慢慢意识到这一点，你会发现，爱自己并不是一个感觉，而是一连串选择的累积。当你在某个瞬间诚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当你在不确定中仍然愿意尊重自己的感受，当你在需要取舍时没有再自动忽略自己，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，却在你的内在留下很深的痕迹。你的大脑会记住，原来我可以这样对待自己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经验里慢慢稳定，因为你不再总是把自己放在危险的位置，你开始成为那个会保护自己，会倾听自己的人。这样的改变一开始可能会让你不习惯，甚至会有一点不安，但当你一次又一次的这样选择，你会越来越清楚，那不是自私，那是一种回到自己的方式。你不再需要用压抑来换取平衡，你开始在关系里也能保有自己。你会在某一天发现，你的内在变得更稳，你的界限变得清晰，你的选择也变得更自由，因为你已经习惯在每一个关键时刻把自己带回来。爱自己从来不是一次决定，而是在无数个日常里，你愿意不再离开自己，愿意站在自己这一边，愿意为自己的感受负责。当这样的选择累积，你会慢慢感受到，你与自己的关系不再疏离，而是稳稳地连在一起。而这份连结会成为你走向世界时最深也最不动摇的力量。你开始觉得一切有些失衡的时候，生活里的许多面向似乎都在不同的方向拉扯着你。关系让你疲惫，选择让你犹豫，内在让你混乱。你可能会以为需要先把外在整理好，需要让事情变顺，需要让所有问题一一解决。但越是这样用力调整，你反而越感到分散。你的大脑会试图控制外界，想让一切回到可预测的状态。可真正影响一切的，其实是你与自己的关系。当你忽略自己，当你压抑感受，当你不断把自己放在最后，
你的神经系统会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，让你很难清楚感受方向，于是外在的一切也会跟着失去对齐。当你开始慢慢把注意力收回来，不是急着改变世界，而是先靠近自己。当你愿意停下来听，当你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感受，当你愿意不再忽略那些内在的声音，你的大脑会开始建立新的连结，让回到自己成为一种稳定的状态。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在这样的对齐里慢慢安定。当内在开始稳定，你会发现你的选择变得更清晰，你的界限变得更自然，你的行动也变得更有方向。你不再需要同时满足所有人，不再需要不断修正自己来适应外界。你开始从内在出发，而不是被外在拉着走。这样的你会让生活慢慢回到一种流动的状态，不是因为一切变得完美，而是因为你开始站在对的位置上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对齐从来不是把事情排整齐，而是当你与自己一致时，一切自然会找到它的位置。爱自己不是最后的结果，而是一切开始转动的起点。当你愿意这样对待自己，你的内在会稳，你的方向会清晰，你的世界也会慢慢回应这份一致，让你不再迷失，而是一步一步走在属于你的轨道上，安静的，却很确定的向前延伸。在某一个安静的时刻里，你忽然意识到，原来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真正停下来，好好感受自己了。你一直在往外看，在回应世界，在调整自己去符合某些期待。你学会了配合，学会了压抑，也学会了让自己看起来没事。但在更深的地方，却有一种轻微的偏离，像是你与自己之间出现了一点距离。你的大脑会习惯这样的状态，把注意力放在外在，让你持续运作，持续前进，却慢慢忽略了内在的讯号。于是你会开始感觉有些东西不太对劲，不是很明确，却让你隐约感到失去连结。当你在某一刻愿意停下来，不再急着修正外界，不再急着让一切变得合理，而是轻轻地把注意力收回来，去感受自己此刻的状态。你的大脑会在这样的转向里慢慢安静下来，你的神经系统也会从原本的紧绷转为一种稳定的觉察。你开始重新听见那些被忽略的感受，那些你曾经压下的声音，那些其实一直在等待你回头的部分。当你愿意这样看见自己，不批判，不急着改变，只是让一切存在，那一刻，你与自己的距离开始缩短，而这个回来的动作，也让你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改变。你不再是分散的，不再是拉扯的，你开始感觉到一种对齐，不是因为外在突然顺利，而是因为你内在回到了原本的位置。宇宙的流动一直都在，只是当你与自己分离时，你很难感受到那份连结。而当你开始爱自己，当你愿意理解、接纳并陪伴那个真实的自己，你就像重新调整了频率，让自己回到那个可以接收、可以共振的位置上。你会发现，事情开始变得自然，关系开始变得轻松，选择也变得清晰。不是因为宇宙改变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回来了，回到你自己，也回到那个与一切相连的地方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爱自己
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，它是一种重新对齐的开始。当你站在自己这一边，整个世界也会慢慢站回你这一边，而那一刻，你不需要再寻找答案，因为你已经在那条与自己也与宇宙一致的路上，安静地走着。某一段不太确定的日子里，你可能会感觉到一种微妙的疏离。生活还在继续，事情也没有真的停下来，但你的内在却好像少了一点连结。你开始怀疑方向，怀疑选择，甚至在某些时刻也怀疑自己。你的大脑会试图找答案，试图修正，试图让一切重新变得合理。但那份失去的感觉并不会因为思考而消失，因为那不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，那是一种你暂时离开自己的讯号。当你一直向外寻找，一直试着让世界给你确定感，你与自己的距离就会慢慢拉开，而那份距离也让你觉得与一切都断开了。但在某一刻，当你不再急着找到答案，而是轻轻地停下来，去感受自己此刻的存在，你的呼吸，你的情绪，你内在那个还没说出口的声音，你的大脑会在这样的转向里慢慢安静，你的神经系统也会开始回到一种稳定的节奏。当你愿意这样陪伴自己，你会慢慢感觉到那份原本以为消失的连结，其实一直都在，只是你太久没有回来。爱自己，就是这个回来的动作，不是变得更好，不是修正自己，而是愿意再次与自己相遇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不只是靠近自己，你也重新靠近了那个一直与你同在的流动。宇宙从来没有离开你，它只是静静地等你回头。当你开始理解自己，接纳自己，让那些被忽略的部分重新被看见，你就像重新打开了一扇门，让那份原本断开的感觉慢慢接回来。你会发现，很多事情不再那么困难，很多关系不再那么紧绷，不是因为外在突然改变，而是因为你已经不再与自己分离。你与宇宙的距离其实从来没有远过，它只是在你与自己靠近的那一刻，再次被你感受到。你会在某一天明白，爱自己不是一条孤单的路，它是一场重新相遇的开始。当你愿意走向自己，你也同时走向了那个一直在你生命里流动的存在。而这场相遇不需要刻意安排，它只是发生在你终于不再离开自己的那一刻，安静的，却深刻的再次开始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